然后好，现在大家好，现在我看有10个人左右，然后咱们也快到8点钟了，然后我就说一下开场白，然后我就开始采访咱们的艾尔同学。就是您目前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艾尔在高级低编班做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也是会定期的邀请这些做了作品的同学，如果有时间的话，让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创作的过程，以及就是他们有些经验的话，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直播的后面跟艾尔进行一下简单的互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面主镜头应该是他做了3到4个比较重要的场景，然后中间也参考了2个不同的原画等等。然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迭代的过程，还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然后好，这个视频大家其实已经完整的看过了一遍。然后如果艾尔同学在的话，你就跟大家发个声音，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 L，是这次摩登班的毕业学生。然后我这次的作品是遗迹嘛，对。艾尔就是在您开始介绍作品之前的话，可能希望您介绍一下简单自己情况，也就是说目前您的工作岗位啊，然后以及简单的之前学过什么东西，然后之前工嗯，作在哪里工作过等等，都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是这样的。我一开始是角色油画，其实，然后我是在去年才转的3D 和 D 边。然后当时在7月份开始学习腾飞老师的高级 D 边班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离职的状态，但目前已经入职了。然后是在成都，工作地点在成都，现在。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就您发现摩登班的过程啊，对，您现在入职的话，目前的岗位是什么？入职是地编，然后是外派到腾讯的某个就是已经发了 PV 的项目，具体我可能不太好说啊。当然当然，这个都得注意保密，大家嗯一定不要说走嘴，反正。嗯。嗯。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您发现摩登地编班的过程也是在 B 站上刷到的，对吧？是的，当时是腾飞老师有一个直播课，然后我是看了他的直播课我才报名。对，当时我本来是想报摩登老师的那个风格画班的，但后来看到腾飞老师的高级 BMI 班课之后，我觉得我更需要的是审美方向的提升嘛，所以我就选择了腾飞老师的课。我感觉您主要是也是因为之前有了一定比较好的基础之后的话，就是可以考虑去做这种比较大型的，然后设计偏多的这样的内嗯容。是的，我也觉得如果你要报腾飞老师的高级 BMI 班的话，最好还是对那个 PBR 有一定的了解基础才行，不是的，然的是的。话可能有点难跟上。呃，就是您从角色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来着？就角色转地边的原因是吗？对。那个是22年的时候嘛，22年我是角色原画开始找工作，但那时候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角色原画，尤其是日系的角色，它很卷，当时很难找工作。然后我在一家公司上家公司面试的时候，主美问我要不要转3D 的场景，当时就也想着，哎，有一个不错的转行机会，我就转了。然后当时在那家公司，就是公司给了我很多时间让我自己学习 3D，然后公司的大佬也会教我很多关于 3D 方面的知识。然后我当时到就后期的时候，我是基本一个人承包了整个项目的那个场景地编的。就是正好公司里面给你时间也有那个前辈能帮助您，对吧？对对相当于对，那还是比当时运较好的一个气比较好。情况。嗯。对。然后就是您这个在比方说来摩登班之前，肯定是首先是在公司里面有其他人的帮助，那就是嗯。有没有一些频道啊，包括自己喜欢的艺术家等等，能不能跟大家介绍哦，一下？这个其实当时刚做场景的时候，我对场景艺术家认识的其实并不多啊。我当时一开始看的是尤一的一个
一些玛雅那些教程，后面是游移的教程。游移的教程的话是那个曾嘉诚吧，然后啊，后面对对对对，还有，然是。后还有虚幻，还有一些虚幻周啦，一些 UP 主，有很多分享虚幻方面知识的一些 UP 主。对，我看那些比较多。然后场景的话，场景的那个作者说的话，我认识的真的不多。我很多时候我只看到作品，不会去找他那个主页在哪里。对，大概是这种情况。对，那这么看的话，其实您学习还是挺高效率的，以挺快的嗯，速度完成的，而且也没花费太过多的那个时间和周折。因为有些其他那个人，他是之前，就找了蛮多东西，后来才发现自己需要那个，比方说报班等等。这个其实我是因为上家公司的大佬在带我的时候就已经给我规划好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能少走很多弯路。其实这也是我当时运气好的一个点吧。就是还是有业内的帮忙是好一些。那咱们对对对，就话说回来，就说那个您这次选择的原画吧。然后我这次嗯。看到就是您是相当于选了2幅原画，我给大家嗯，看一下，这是您的原画2幅。然后就是能不能借您之口稍微介绍一下这2幅原画，就是你为什么选它们等等。好的，这个其实我第一张选择的就第一个镜头选择的是第一张原画，就是目前在屏幕上这张原画。然后当时我主要是因为我本来就画角色的时候就是一个二次元方向的角色嘛，然后我想现在做场景，我去延续那种风格，做风格化的场景，然后又想做户外，然后户外有那种建筑的话，以废墟为多，所以我当时在很多废墟的场景里选择了这张。然后选择这张之后，因为我们的课程要求里面会让你做多个镜头嘛，对，然后我是。在想，这个镜头我做一个正面，那我可不可以给它做一个背面？那背面的话，像这样，就从这个镜头你看过去，它的背面可能会是个下坡，对吧？肯定会比这高度要低。然后我就找到了第二张原画，就做了个类似，然后把它这个建筑平替成了我那个就是第一张镜头的建筑，对，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那个我在这儿插一句，就是大家如果看我直播画面的话，能看到，这2幅原画的作者是两个人。第一幅原画作者是 ZZ的，叫这个 Ruins of Plains。大家如果去 ArtStation 可以找到他，这是他应该是在上海的一位中国艺术家。然后第是的，二个原画作者叫 Z 的4，我看看，这也是中嗯，国的艺术家，这在哎两位都是中国的艺术家。是在温州，好像是在温州。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第2位艺术家的这个页面。就大家对他们的原画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ArtStation 上搜索他们就能找到。好，那咱们就回到您这个创作里面来。嗯、然后就是那个其他的一些参考，就是您是怎么搜集的，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主镜就是您那个镜头确定好之后，你接下来就主要找的是就是氛围方面的参考嘛，还有一些细节参考。这些的话就上 P 站，然后搜索相关的关键字，就会很容易找到很多类似的图出来，然后去参考他们的一些颜色啊，就是颜色还有打光这些东西，这其实还蛮容易找的。大家如果看直播的话，这张图就是相当于高级低编班这边滕卫老师给的一个模板，就是大家都需嗯，要找对应的参考。但是这个里面展示的应该只是您的一部分参考，因为就对，是肯定有很多大量的参考在周围。我大部分参考是在另外一个软件上，就这边其实是放不下的，就只能放这里。嗯，然后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问的问题就是您的这个学习的大概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您这个电脑硬件是怎样的，然后您是为什么学这个，然后以及就是中间这个学习的时长啊，然后以及学习安排什么的，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好的好的。电脑硬件方面说的话，没有太多参考价值啊。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直接是顶配买的，就64G 的内存嗯，和13代 i9加409，这其实说实话不需要那么好。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建议是 13代i7加407应该就差不多了。然是。后最好是用主机吧，不要用笔记本，笔记本那散热有点扛不住。
嗯，对，对，是你这个确实是比较充分的应变准备，挺好的。对，对对对，我做的时候用处还是挺大的，就不至于卡什么的。对，然后创作目的的话，就其实很简单，目的很简单，就是找工作嘛。然后当时也想，因为进了研发之后，你就想去做那种更厉害的项目嘛。像现在主流的项目就会大世界那种制作流程，那这时候你肯定想自己先要做一套这样类似的作品，才能去找类似的工作，对吧？所以当时也想就做一个大世界的那个作品。然后您这个制作周期和用时的估算，然后以及就是您是每周都参与这个提交作业，对吧？对，我当时是从7月份开课嘛，我基本是每周的那个改课我都是在的，然后制作时长的话就4个月嘛，我是在彻底结课之前的一周把作品给提交上传了。嗯，如果大家看直播的话，能看到一张图片，就是这实际上是腾飞老师整理的一个表格吧。就大家那个，我看您这个提交的次数，以及寻求这个回复的次数，应该是目前最多的一个。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状态，非常认真。我看您这个中间修改的步骤也特别多。其实是这样的，当时因为每次都教嘛，然后腾飞老师也会给很多反馈，但有些图就是尤其像第二镜头，其实大家有看到我第二镜头那个 GIF 的时候，有一个流程是在它其实是那张构图会比较平，但那时候腾飞老师也不会特别说什么，但只会跟你说，哎，这个构图可能不会太好。然后这时候你就得考虑要怎么把这构图给做得更好一点，然后所以我后面的修改会比较大。对，我2、3镜头的2张的构图我是修改了很多次的，我在白模阶段没做好，我在后面就做了很多的修改，所以反馈也会特别多。这个稍微有点吓人，实际上这个量有是的，点大。就是您那个学习的时间安排大概是会怎样呢？是我大概周日听完老师的课之后，我会在周日晚上，包括周一，我先修改一下反馈，然后在周二、周三的样子，我会开始听那个新的课程内容，之后再开始去制作，然后包括补一些之前的反馈啦，或者然后做新的内容，就这样，就这样。好的，然后我就可能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创作过程了，就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出来。这个我估计，其实也会比较清晰明了吧。然后你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比方说先从找原画找参考，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然后就嗯，是到后面按照腾飞的那个规划呀、白模等等一步步下来，这些我可以放您那这个个过程的视频，应该。这个其实按照腾飞老师的课程下来，其实步骤还是挺明确的，因为腾飞老师已经帮你所有东西都给流程给规划好了。第一步我们就先确定原画嘛，就刚刚说的，我确定是第一张原画，然后之后我就开始做规划图了。大家也看到我那个规划图上面，我们是截的是一个谷歌地图的一张图，对，然后再在上面规划我整块区域我应该是哪里，就是你的第一个镜头在哪里，然后你的场景是放在哪里的。所以大家也看到我那个红线是我的第一镜头，就是建筑的位置，然后我会在那个黄点的位置给它标一个第二镜头，然后第二镜头就刚好可以在看到红色建筑的背面嘛，这样就是2个镜头。然后我在这个我截的这张图里，大家也看到有一个湖泊，然后这就是我这个第三镜头的一个灵哦，感来源，就开始做那个湖泊的一个那个建筑，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从开始的时候。然哎，后之后确定好这个规划图之后，我们就开始找。然后你给大家讲一下，就您这个搭建这些白模的过程，对，白盒的过程也可以。
白盒这个我是踩了个大坑。对，我当时啊，做白膜的时候没有太用心，导致后面我构图改了很多版。对，这个大家以后如果要学习的话，就尽量注意点，白膜阶段要多打磨一下。因为我当时觉得，哎，我一个户外场景不需要像他们建筑一样搭太多白膜，然后就搭的比较随意，反而后面吃亏的是我自己。是，就是那个腾飞老师有时候会建议大家稍微慢一点嘛，就是把一个环节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之后，然后再往下推进，这样也许能效率稍微高一点点。呃，那个 L，您那边的麦克风是不是刚才没声音？然后我想让您说一下您那个建模，然后以及补充细节这块儿。这边我看您应该是大部分的模型都是自己做的，对吧？啊，对，这边大部分建筑是自己建的，然后那个神像那边的话，我是直接拿的资源。是的，然后这边建模其实话，我建的会相对简单一点，然后破损的话，我用的是玛雅的一个插件来给它做的破损，就是建筑的破损。然后贴图方面的话，我其实有发给天行一张图啊，我用的是另外一个混合材质球，那个材质球的话，相对来说它能调节的参数会多一点，一个 master 那个 metallic，对我自己找了一个材质，然后左边是一个官方的混合材质球。官方的混合材质球的话，它能调节数值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少，它只能调节那个 normal 强度和一个 tiling，然后我自己找的那个的话，它能调整它的 roughness 和一些奇奇怪怪的参数，然后甚至能奇包奇怪怪。括这个，对一些奇怪的说话我都没搞明白。然后还有嗯，的话就是它那个材质球颜色，对，我觉得这个混合材质球挺好用的。这是你自己找的工具的方法吗？这个，所以说，对这官方的就是那个是不是Quixel 里面自带那个呀？对对，就是用那个 Crystal 那个融合的那个材质球。然后，嗯，这个地貌山石这里你给大家讲一讲呢？地貌山石这个，说实话，我能讲的其实不是太多啊，但我能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就是你主体建筑与相机之间的距离固定之后，如果大家还想要增加两者之间的空间感，不仅仅是可以增加物片那么简单啊，你还可以给它增加那种空间感，那种高低差。像我第二张构图这边，我给它加了个高低差之后，其实这两个场景之间的距离感会一下子拉大，就把中景和近景给一下子给拉开了。对，这个当时是呃比较深的一个感触吧。然后包边石的话，说实话没什么太多好说的，因为这东西感觉大家用的都差不多吧。对，都是因为都是用一个经典的一个青苔嘛，对吧？对啊，您上面这给的是黄色的，我看。对，黄色这个是我自己改过的。下一步就是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光影氛围啊、云呐、雾啊这些东西，还有光啊嗯。这些，你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做的是中国画，所以说我那个曝光值可能调的会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天空球的材质方面，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一个烽火画的场景的天空是有一个从青色到蓝色的一个渐变的，然后当时是需要调整一个材质球，然后配合上那个是 Skylight 还是大气那边，好像是大气那边吧，有一个那个锐利散射吧，对对，配合那个一起调整。然后那个调整之后会发现，就是你的暗部会偏蓝偏紫，然后这时的话，你需要去调整那个 Skylight 里面的一个天空阀值这个距离，对，这个我有截图，然后把它调整到一个合适距离之后，能把它这个蓝色的饱和度给降下来，让它稍微淡一点就行。对，这是当时
较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当时我在这边卡了很久，一直觉得那个阴影部位特别偏蓝或者偏紫。然后之后的话，还有就是云雾主要用的是 EasyForge 吧，然后高度再用了一点，对，差不多都这样。对对对，还都是会用那个插件嘛。那嗯个 EasyFog 就是比较简单，把所有工具基本都给您了，然后大家就自己嗯。找自己喜欢的，然后调一调就可以。然后这个您后来又给了我一张大图，就是这里面好像是很多你那光照的一些这个图片。这里你看有哪些东西需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主要讲的是一个打光方面吧，就是一个洞穴的打光。就是一开始其实大家也看到我在那个3张镜头里其实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就是在跑图里面的。然后当时我没想把跑图那个过道做的太仔细啊，但腾飞老师给我的建议是这个地块你一定得做好，稍微好一点。然后就当时就开始练习打光嘛。一开始是把整个洞照的稍微有点亮了，那就过亮了，然后后面给它稍微降下来一点，然后之后给它打一些细节光，对，然后再给它加一些植物的层次。其实这张细节光照这边大家有看到我在这边打了很多细小的光点，是叹为观止对的打光方法，对，感觉特别厉害。很细致啊，你调的。对这个，然后上面的黑白，我是其实在 PS 里面，就是你每打一盏光，我都会去截一下，看看黑白情况有没有一盏光就是特别爆或者特别暗啊，的样子，用这样的方式去调整，这个是我截这些黑白图的原因吧。我感觉这是个挺好的练习，就是大家好像挺少有练习洞穴的这个打光的，好像对，跟我当时夜景有点也是，像啊。嗯。然后后面我是看到原神的一张图吧，我发现在蓝色的洞穴里，你给它打一点绿光会比较好看，所以我后面就给它补了一点绿光进去。大家也看到我那个点光还有几盏绿光在里是，对，正好说到这儿，我把您那个跑图那个视频也再给大家放一下，正好是面。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是它洞穴的这个打光的效果。对，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跑图的话，其实你都不用做这里。对，我这张图，其实我最后的半个月，我跟腾飞老师就一直就是啊，在纠结这个这样。洞穴。对，我纠结了很久。然后那个，对，您这个渲染输出这里，那个有没有一嗯。些点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做这个视频呐、剪辑啊、输出啊，你也是用了 MRQ 吗？对，我用的是 MRQ 渲染输出嘛，但好像我看同学们就是 MRQ 出的问题会比较大，然后我在 MRQ 渲染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就是大家看到我那个远景的山它会消失掉，然后后面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把远景的山就合并成一个 actor，然后这样渲染它才会正常显示。对，这是我当时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哎，这是因为距离的问题吗？Calling 这个具体不清楚，因为当时试了很多种方法，包括剔除距离什么的都没用，包括那个 LOD 什么都是正常的，但只要一 MRQ 渲染，它这整个山就消失了，甚至你退出渲染之后，它那个山在你场景里也是消失状态。对，当时按道理来说，您这个硬件应该是很好的，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对，后面我就是把 Actor 合并了，然后它就有嗯，了，应该是那个本身 Actor 的一个问题吧。然后我当时其实大家看到那个跑图的录制视频啊，这个东西我有点东西要讲的是，就是虚幻自带那个录制跑图的那个工具不太好用，因为它没法做到录制你的镜头的转动，所以说哦，我这种要抬头仰视的动作它是很难做到的。然后后面我是用了 N 卡的渲染，N 卡的录屏录的。就是用了一个录屏工具，但是是用的 NVIDIA 显卡自带的那个工具，对吧？对对，我把全屏都进行了一个录制。
哦，那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说明嗯，是因为4K 屏嘛，录的效果肯定还可以。那个你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你跟老师之间的互动吧，就是说，你大概是怎么个频率问老师的问题，这样就是你跟腾飞之间的一些交流等等。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就是包括前大概2个多月吧，2个多月我们跟腾飞老师私下是交流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因为当时我们是对，主要开始做那个图嘛，前做图，期的一些，然后每周末给腾飞老师看一版就够了，因为你做的内容实在有点多，然后到后期你做的差不多了，要很多一些细节修改的时候，就你改东西很细，你不可能等到周日去问腾飞老师的，所以腾飞老师也会说我们可以就是晚上的时候问他一下，资料问他一下，然后也会给我们很多建议。对，我们后期的话，我们做这种完成作业的一些同学，我们都是就基本会是2、3天一问。像我的话，像我这种比较笨的人，我会大概很多时候1天一问都有可能。这个太过谦虚了，您这个不是笨的问题，你这个是我感觉啊，比较积极的一个情况。我都感觉腾飞老师有点就每天都来问。这个没有办法，他虽然工作比较忙，但是他有下班的时间，下班时间能抓到就对抓到嘛，对吧？对对对，这个大家还是有问题还是要多问的。对对是。然后就是您要不要总结一下，就是说你做这个作品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这个创作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跟大家讲一讲？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就是刚刚说的第2镜头和第3镜头。第2镜头的话，主要是它一个中景的修改。其实刚开始我那个中景和近景的层次是拉不开的，腾飞老师跟我说过很多次啊，但是一直没找到特别好的办法，后面采用这种高低差去把中景和近景一下子给拉开了。对，当时这个印象是很深的，也是我觉得一个很好以后就是拉开空间感的一个方法吧。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第3镜头，第三镜头其实分为2部分，一个是它的镜头内部分，然后还有一个是洞穴部分。镜头内部分大家也看到，我是从白模开始我就已经画了很多构图了，稍等，从一开，嗯那个我给大家放一下您这个第二个镜头，就是改的过程，给大家看一下。嗯。啊，您说那个没拉开的话，应该是前面这里这个感觉是吗？对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这第2镜头，我摄像机和这个建筑距离我其实没改，对我基本是没动它的。啊，我感觉有了石块儿和岩石，然后还有树林把它拉开了，然后对，然后这边一下子就能拉开很多的近景和中景。您刚才在说那个第三镜头，这个问对题，这里对，这是第三最开始。镜头从白模开始就有很大问题，就是我那个主体不明确，然后包括从这里开始，就是这边我其实参考蒸汽猫大佬的一张那个图吧，大家应该在 B 站也有看到过。当时我也想做类似的一个图，所以就先这样放了一下。但后面发现这样的建筑它那个就是主体还是不是很明确，就是因为我边上会有很多东西做干扰，所以它主体还是不够明确。后面我在想，既然是遗迹的话，尤其是像这种西式遗迹的话，那我给它放个神像，因为大家都知道人脸它的那个视觉中心点会很明显，如果放个对对，人像在那边，肯定会很吸引大家眼球的。对，当时我就给它改成这样了。然后再给它做一个洞穴，这样子给它框起来，就有那种相框的一样的感觉，就类似。之后的话，还有个就是那个洞穴了吧，洞穴刚刚也讲过了，其实对，我当时也是纠结很久。然后还有个就是很重要一个点，就唐飞老师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点，就是大中小的一个层次的东西。就像我们做这种特别大的场景，你做到后面很容易忽略这个点。
因为你要做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是一个地方很容易就是忘记那种层次关系。我记得他课程里面有时候讲，就是你那个草都是这个大草下面有小草那样的。嗯，对，这个是我们做和路的交界处，还有包括一些就是你镜头会看到一些比较偏近景的一些草那边，我们会需要一个很明显的那个草的那个上下差，就高低差，这在我第一镜头应该会比较明显一点。第一镜头那边我是给那块区做了一个很明显的高低差的那个草，对这点。这边其实大家有看到，从左往右是有一个高低差的，然后包括它还会有升起来一点，这样的话能让你那个草的层次会更丰富一点，不至于就是一片过去。啊，对，然后我还看到您这花也是相当于有一簇一簇的关系的存在。对，一簇一簇，这也是需要你用整体去看嘛，因为如果你种太碎的话，就是还是挺影响观感。然后您目前，还有时间继续做自己的其他的作品吗？还是说就是要好好开始工作，做项目了？我是很想自己做作品，但是我电脑没带过来。我电脑在浙江那边，我现在人在成都，没法带过来。那个运输太麻烦了，对吗？你要是，对，电脑运输特别麻烦，那电脑啊，有点重，自己一个人也不可能搬过来，然后寄快递又有点不太放心，然后稍微稳定下来之后再慢慢搞那东西。比方说利用春节或什么期间想办法弄过来。对对，我猜您的机箱应该会配的比较大，我看很我多，对机箱其实还好，但那个机嗯，箱特别重，它主要很重的机箱。然后就是，哎，您这个做这个练习的前前后后过程等等，有没有跟大家能说一些建议等等，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建议其实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一点，就是白膜阶段真的特别重要，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做一个室外场景就白膜随随便便一搭就完事了，因为这东西你到中后期你会发现很多构图是有问题的，你得做很多的调整才行，然后那时候再调整的话，你的成本就会相对来说会大很多。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参考，然后参考的分类也很重要。就是其实大家也看到，我们规划图的时候就已经要求我们对那个参考做一定的那个划分了。然后后面我自己的那些参考在那个软件里，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相当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类的。对，您现在这张图里面展示的参考数量是你总共搜集参考的能有百分之几啊？这个可能就1/10吧，对，大概就是哎，差不多百分之因为当时十左右吧，也就。对我当时其实乱七八糟图放了一堆。然后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千万就时间不充裕的同学就尽量别做大场景，一个小村子那种范围就足够了，真的不要做大场景，很折磨的。是，确实。其实我感觉您要是能选的规模小一点，或者是不要第三个镜头的话，应该速度会快很多吧？没有洞穴和嗯，第三镜头。对，没有第三镜头能快很多很多，而且那个第一和第二镜头应该还能再精进一点吧。对，然后就是看看目前你对这个高低低编班这边还有一些什么建议没？就是课程设计内容上有没有一些希望增补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建议等等？高级地边拍我这次因为我是整体体验下来，我感觉都是挺好的，而且说实话，就是大家看到这个作品里面有一些课程你是可能没感觉到，因为它是一个关于老师会讲一个就是游戏内优化的问题，这其实是一哦，个很重对，要的一块，这东西其实大家在我们作品里是看不到的，但是老师会讲，而且讲的是比较详细的。
关于虚幻怎么去优化场景。就如果大家以后要进一个游戏研发公司的话，或者做一个研发项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其实我毕业就是我这边做完作品之后，我不是开始找工作嘛，就是对，我也见了很多面试我也接了很多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基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有类似的项目经验，然后还有包括对就是是否了解一整套流程，不仅仅是搭完第一遍就结束了，你还要做后面的优化一系列事情。对，我觉得对的对的。目前对，我觉得腾飞老师这课程设计的挺好的，包括很多我们其实光做作品用不到的东西，腾飞老师也都有讲。对，其实优化那块儿在个人作品里面是展现不出来的，然后但是对，它实际上是做了整整一章嘛，就是从嗯好几个方面，面数啊、材质啊，然后这个剔除啊，然后嗯，包括碰撞这些东西、draw call 这些都需要优化，因为这个到对实际工作中的话，它肯定得有一个概念，就是你现在不知道，以后也得想办法知道嘛，那以后知道的话会稍微麻烦一些。对。总结来说的话，像摩登老师的风格化那些班，主要是从PDR 的整套流程吧，PDR 到闭编的整套流程。然后腾飞老师这边的话，可能更偏向于项目实战那种，就是你作为闭编岗的一个整套流程。对，对。给我的感觉大致是这样。所以大家如果在风格化课程里面学完之后，如果还有时间、还有余力，或者还没毕业的话，可以考虑在高级边再做一堂，这样。然后我看在线同学有大概十几个、20个人，就是大家对 L 同学有没有什么样一些问题可以问一下？正好趁他还在，我看这个他要讲的东西已经基本结束了，我可能稍晚就让他休息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在那个直播互动里，然后我可以读给 L 听。嗯，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可能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然后我稍晚结束录制，我就那什么把这个录播视频放到这个哔哩哔哩上，边工作边学。有人问你，就是有个叫忙着睡觉的小新问您那个学习过程是边工作边学习吗？嗯这位同学说的是我去年的工作状态吗？还是说是我这次学习腾飞老师的课的过程？他估计是问您学腾飞导师课程的状态。这个我讲一下我是离职之后学的，我是7月份就是一个在家学习的一个状态，所以我选的那个题材可能会有点大。如果大家是边工作边学的话，我建议是把场景缩小一点，做一个小村庄类似的场景就够了。然后有一位是血染星童的人问：3年底边报高级班合适吗？这哦，个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更进一步的话，腾飞老师肯定是能帮你进步的。毕竟腾飞老师有身份在那里，对吧？有那个地位在那里。唐飞老师经验稍微丰富一些，之前也做过主美，然后他也做过这个原画，后来开始做地边这边，所以就是可能在美术上给您的指导可以有一些。然后您看，如果要是说这种比较大规模场景的规划以及多镜头的一个场景的制作，想那个学习练习一下的话，可以考虑来。然后做个梦给你，然后问您找到工作了，这个应该已经找到了。在开头说过，那个 Arrow 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新工作，换了。是的，我目前在成都这边已经入职了。哦，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就让 Arrow 的同学先休息了，也给大家讲了40分钟了。嗯，好，我看大家好像没有新的问题，那就是今天非常感谢 Arrow 同学。
然后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然后大家再见。拜拜。